这是到的其实是第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聚宝芯，对吧？我这次买的是，因为我这次配的是一台白色主机，所以其实我这买的是 B850配980x3D。那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刀锋钛这个主板啊？其实我最早其实我是坚定不移的想选择另外一款，比如说爱国家的 X670E 的冰雕，因为我选白色只能这么选。但是后来有个问题就是我最近把我的家里的宽带升级到了3000兆以上，那现在拥有5G 有线网口的主板，除了微星系列的以外，华硕的是 X870E 的杠 H 就新款的开始往上才有，而它的一些传统高端线一直不更新，而它的白色的产品线就完全没有，现在目前就是华硕的白色主板线没有5G 网口主板。然后技嘉这边要到 X870E 的超级雕，但是它是块黑色的主板，所以想了半天，我想那只有微星。我上一代的那个我的14700KF 首发的时候买的，我配的是 V70的 Z790 刀锋钛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就已经对它没有什么好感，因为我不懂是我当时不知道是我147是个大雷啊，我当时一直以为是它那个主板的问题，它的主板对于内存条的支持真的非常的糟糕。就动不动就蓝屏，当时我调高我的内存频率，我调到7800稳不了，7600稳不了，7200稳不了，我后来算了去求的吧，我就按照6800的这个墨屏一直在跑，所以我对微星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，给我的可能唯一的好感就是它给的音频芯片还不错，但是我现在自己用外接的那个解码器啊，我直接弄了一个双木30的9039S Pro 的那个解码器，我当做外置声卡在用，所以它内置声卡是什么鬼样的，跟我来说也没什么关系。好，这就是这样说，这我的选购的心得，选购的一个历程吧。那你有人说，那你为什么上870啊？你都用980x3D了，对不对？你都用了1200瓦的电源了，你都用那么好的配置，你为什么不上870E 的那个刀锋钛？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从 X870这个主板呢，我当时以前是买过的。X870这个主板，后来我发现巨坑无比，它可能就是一个 X670的加了个 USB4 的一个版本。但 X870E 来说，对于它来说提升可能在什么地方，就是总线带宽变多了一点。但是你如果不是要装那么多的 PCIe 5.0的硬盘，你可能就用不上 X870，因为它们两个的性能完全没有差。而大家知道，如果你要上比如说5090或者5080以上的显卡，然后你要再用插很多条PCIe 5.0的固态，那可能还要抢带宽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跑本地 AI 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不去买 X870E 的那个主板，都去买 X670E？如果说你需要大 PCIe 5.0固态或多固态的这个使用场景的话，我建议去买 X670E。OK， 它的总线会好一些，对你当然就抢显卡嘛。这就是微星产品有太多了，包括我之前买过的是微星的超龙的3080 钛的显卡，就是聚宝芯怎么说它呢？就聚宝芯它的产品就这样，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可能相比于 ROG 来说，它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小骄傲，它不像 ROG 这样的产品线给的拖拖拉拉，并且呢，畏手畏脚。ROG 的所有的产品线它都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就是等级森严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就是ROG 的，比如说同代系的 Z 版，不管是在 Z790 和 B760 的年代，还是现在的 Z890 和 B860 这个年代，ROG 里面的小 B 版小吹雪用料是也远远低于 Z 版的。然后比如说重炮手，大家在说我们说，哎，在 B 版里面是非常棒的一指让显卡，我也觉得非常棒。但是它不管是在那个 DMOS 上面，还有给的那个叫晶体管也好，还是在给的那个贴片也好，它的用料拆机看下来都是远远不如 ROG 系列，就 TUF 永远是低人一等
ROG 永远是略高人一等，然后中间比如说你到杠 A 吹雪又是ROG 里的低人一等，然后你往上面走到 Hero 啊，你走到Apex 啊，到 Extreme 呀，这慢慢的你可能才慢慢越来越好，它里面的就是等级太过于森严了，让普通消费者真的非常难受。我就是一个普通臭打游戏的，你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我们说没办法，不是说我想选聚宝星，我觉得是他选择了我们。OK， 这就是这个主板。整体的马甲其实是偏，不能是说纯白，还是偏银白色。当然比以前我上一代那个 Z790 刀锋钛肯定好看太多。Z790 是黑色的 PCB 加上银色的马甲条，哇，真的很蠢的一个事情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它的主板。显卡还是比较靠上的位置，这底下的2条我们应该是都是用不上的啊。当然，应该是因为我买的是大版的，对吧？但现在没有用啊，现在这是它的散热马甲啊，这是装那个 PCIe 5.0的位置的马甲，这后面后方接口，就很常规啊，因为是 B850，它没有给到 USB 4的接口，所以它最多的 Type C 的口只到了10G，Type A 的接口也是到了10G。就这样吧，没有什么太多。对我来说，我看中它其实就是5G 的这个网口。至于扩展，我不需要那么多的 USB 4了。如果真的是说有大文件传输或者是创作需求，我一般会在我的那个 MacBook 上面 ，MacBook Pro 上面全部是全端口的 USB 4。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，真的不要去考虑这个Windows 架构。对，然后。像没什么，还是那个我在日常后使用上，在我这个电脑会做超频，会做负压，如果说后续大家会对我说，这块主板对于说 9800X3D 以及内存条压小参、内存的CPU 的超频这件事上面有好奇或者有什么需要交流沟通的，我们可以在后续的视频当中我们可以再进行交流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，我们可以进行长期的互动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这视频可能是今天发的，